他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化，不过他有时候回想一下，魏无羡就会发现他初中3年都有蓝忘机的陪伴，现在就连高中也是喽。天公不作美，到了快中午，那会天就下起了小雨，朦胧细雨打在身上其实很舒服，但是蓝忘机却皱了皱眉，怕魏无羡淋了雨会感冒。而且看着这个天气，这雨可能会越下越大。魏无羡的头发有些潮，他随意的往后撩了撩，露出了光洁的额头，眼睛微微眯着，身姿挺拔的站军姿。果然，没过多大一会雨就下大了，学校紧急解散，让孩子们回去洗澡休息，等雨停了再说。几乎是一声令下，蓝忘机就拉着魏无羡走了。他们穿的军训服是半袖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挡雨的。快速跑到宿舍门口的时候，魏无羡和蓝忘机2个人基本都湿透了，不只是他们，宿舍门口基本都是往回跑的学生。2个人好不容易到了宿舍楼，蓝忘机嘱咐他洗热水澡，吃感冒药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已经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，勾勒出少年精瘦的腰线，好像还有腹肌，想上手摸一摸。但是蓝忘机没有给他过多思考的问题的时间，就把他推进了宿舍。下午不军训了，临时改到回班上自习，下午2点半前到班里就行。魏无羡洗完澡出来，感觉浑身清爽，把头发吹干之后就躺在床上补来了会午觉。而这边蓝忘机洗完澡之后换好衣服，拿起手机一看，蓝曦臣给他打了电话。蓝忘机先是回了蓝曦臣的微信，然后又给魏无羡发了微信。今天下午去叔父办公室去一趟，开学了2天了，叔父说你都没有怎么去过，唠叨你呢。蓝曦臣给他发了信息，蓝忘机回道好的，兄长。云深附中是蓝家的产业之一，蓝启仁就是重点班一班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，是蓝忘机亲叔父。而且云深附中属于是贵族学校，每年招的学生都是有数的，升学门槛特别高，就连魏无羡当初也怕失误没法上，初3下半年还更努力地拼了一把。那个时候蓝忘机其实心里在想，差几分也没有问题，只要有他在，魏无羡肯定是可以上的。但是这层关系蓝忘机没有告诉魏无羡。蓝忘机看着外面阴沉沉下着倾盆大雨的天气，想着下午去教室上自习也没有事情做，宿舍也能刷题，而且他想到一到这个天气魏婴总是喜欢睡觉的，还是别打扰他休息了吧。于是蓝忘机就给蓝启仁打了一个电话，叔父，外面下雨太大了。蓝启仁在办公室整理试卷呢，一看见蓝忘机的电话连忙接了起来，倒不想下午上自习。蓝忘机纠结了一下，抿了抿唇说道，叔父，下午就让同学们在宿舍休息一下午吧，何况雨太大了，有没有办法出宿舍楼？他很少有求于蓝启仁，更很少说这么长的话。蓝启仁有点惊讶，他看了看外面的天气，确实不太好，于是就通知各班班主任说下午让孩子们在宿舍待着吧，别乱跑了，晚饭自行解决。蓝忘机道，多谢叔父。魏无羡定了2点15的闹铃，但是中间醒了一次，想着下午要去班里，还是想睡觉，迷迷糊糊的一看手机，发现班级群里说下午不去班里上课了，在宿舍休息。魏无羡高兴死了，因为他觉得下雨天就适合睡觉，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好。他看了看外面的天，又看了看时间，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他要去找蓝湛睡觉。温宁还在睡着，魏无羡轻轻地开门出去了。快到蓝忘机宿舍的时候，魏无羡给他发了个微信，快开门。蓝忘机收到魏无羡给他发的微信的时候，就立马起身给他开了门。魏无羡眉眼还带着困倦，特别明显。蓝忘机道，怎么过来了？魏无羡回他刚刚睡醒，下午不用去上自习了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说道，那不继续睡？看着像是没睡醒一样。魏无羡道，我找你一起睡，还早呢，等我睡醒我们一起去吃饭。蓝忘机让他进来，他自己一个人住一间屋子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自由，床不小，睡2个人是绰绰有余的。他们初中就在一起睡过，只不过次数少罢了。魏无羡躺在蓝忘机的床上，记忆中的檀香味道扑面而来，而且特别好闻。魏无羡困意袭来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空位置，声音有点低，蓝湛你也过来躺一会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睡姿，
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就躺在魏无羡身边了。但是魏无羡睡觉，蓝忘机靠在床头戴着耳机看书。魏无羡本来就没有睡醒，这下躺在床上没一会就睡着了。蓝忘机看了看时间，才1点半，估计得睡到3点多4点。